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郭家后宫队。所谓的后宫队，就是以女团为基础班底，然后再加上近期强势的新角色而组成的队伍。女团在没有自己的专属队员登场时，一直都是依靠这种方法来维持队伍的强度的。目前的女团四千金 SP 孙尚香、王源基、诸葛果和蔡文姬都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成员，只有剩下的2个位置可以替换。既然叫了郭家后宫队，那么队伍里就肯定会有郭家在内。至于最后的1名队员，则可以在貂蝉和曹植之间来做选择。郭家后宫队和雷云华佗的后宫队不同的地方是，雷云华佗靠的是提升坦度和回血来生存，而郭家后宫靠的则是控制和闪避。SP 郭家使用的是荀彧羁绊，要的就是郭家支援辅助型武将的能力。这支队伍加上郭家，一共就有4个辅助型武将。SP 郭家在女团中的作用就是为辅助型武将添加反射效果，并提升辅助型武将的闪避率，帮助辅助型武将成功闪避后激活反射的回血、反伤和使敌方受到的伤害结果提升效果。同时，郭家的击退使全体武将回怒300点的效果，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女团回怒的速度。郭家后宫队的队员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是貂蝉。使用貂蝉最大的好处自然是因为她是女的，可以完全吃到 SP 孙尚香女团羁绊的所有加成效果。魅惑的控制效果依旧是全游戏里最好的，不仅可以让敌方无法行动，也无法回怒，并且在效果结束时还会为释放者恢复血量。你很难再找到第2个如此全面的控制效果。除此之外，貂蝉的控制模式也是游戏里最好的，因为它的目标是直接指向了敌方攻击最高的2位武将，非常的有针对性。同时，貂蝉身上也有很多减怒回怒和回血的技能，可以完美的和女团的特性结合在一起。她本来就是一个和女团契合度很高的一位武将。若要说貂蝉还有什么缺点，她唯一的缺点就是在目前的环境里，控制率会稍显不足，经常一次怒攻就只能控制1位武将而已。郭家后宫队的第2个队员选择是曹植。使用曹植的好处是他的控制概率更高，并且可以覆盖的范围也比貂蝉更广。只要第1回合放出怒攻后，控制的判定就会在每回合自动生效，之后就什么事都不用管了。另外，曹植的眩晕和沉默效果也可以让 SP 郭家的龙魂值恢复得更快。因为每一个眩晕或沉默效果消失，都可以让 SP 郭家获得1点龙魂值。曹植在坦度上也比貂蝉更加优秀，因为曹植在敌方沉默结束时也可以回血，并且在敌方的沉默或眩晕效果消失时，都可以吸取敌方一个增益效果。假设曹植每次都幸运地吸取到减伤之类的增益，那么他的坦度也会变得非常可观。当然，曹植的弱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太慢。曹植的控制要第2回合才能启动，这是非常大的硬伤。曹植在首回合对队伍的作用是远远不如貂蝉的，在应对灭队的能力上，也是远不及如貂蝉好用。那么，貂蝉和曹植哪一个比较好用？对于坦度不够的平民来说，貂蝉还是更好用的。毕竟他在首回合也可以帮忙控一控敌方的输出武将，这样女团在首回合的生存压力才没有那么大。而且平民的郭家很大概率是没有无火的，龙魂技增伤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点满，更不可能在点抗之余还有太多的资源去点灭，所以平民的郭家的伤害也是有限。这么一来，使用曹植来加速郭家释放龙魂技的收益也就没有那么大。我自己的测试结果是貂蝉会更好用一些的，但对于硬件足够的玩家来说，也许曹植会更好用也说不定。无论如何，下一个版本是灭队的版本，到时肯定是貂蝉好用过曹植了。郭家后宫的站位大致如图，但上有很大的改动空间。这个站位只是我根据自身硬件所测试出来的站位，所以仅供参考。这个站位选择了让控制先行，所以把前排让给了 SP 郭家和貂蝉。
把前排的位置分给辅助型武将战的另一个目的，也是为了更方便辅助型武将去触发闪避。1号位给的是王元姬，原因有2个。第一是为了让王元姬吃到梅林的最终攻击提升，来增加回血量。第二则是为了让王元姬吃到上古神器的异常命中提升，这也是为何要将貂蝉放在3号位的原因。如果用的是曹植，同样也是占这个位置。假设你想将 SP 孙尚香放回前排，当然也是可以的。那就继续采用女团的传统站位，只要将 SP 郭嘉和 SP 孙尚香的位置调换一下就可以了。3号位一样是给貂蝉或曹植的。最后来说一下郭嘉后宫队的强度。郭嘉后宫队的强度是完全和你的异常命中挂钩的，推荐还是要有3星的上古神器战斗技能才来玩。毕竟它是放弃了坦度和回血，完全依赖控制去撑的。假设你的异常命中不够，控不住对手，那么郭嘉后宫队的强度甚至不会比雷云华佗版的女团强。目前的郭嘉后宫队使用的主战灵宠依旧是以腾蛇为主，下一只新灵宠鹿鼠则有望再次提升女团的坦度。但女团要真正崛起成为一线队伍，还是得依赖女团的正选队员张齐英和张宁才行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